上一集很多人敲碗這些影片動畫是怎麼做的，今天就一次大公開我的剪輯流程，主要用到2個工具：一 Remotion， 2 DaVinci Resolve。Remotion 是一個可以直接透過程式碼的方式來做動畫的工具，安裝的步驟很簡單，我快速帶大家走過。首先打開終端機，然後創建一個資料夾，用 CD 這個指令進入資料夾後，可以輸入 Node Version， 確認一下 Node 版本至少要在16以上。接下來輸入畫面上這個指令，就可以按照指示安裝。第一個跳出來詢問是否安裝模板，我們選擇 Blank， 是否添加 Tailwind CSS， 選擇 Yes， 是否安裝 Skill， 選擇 Yes。接下來都選擇預設值就可以完成安裝了。操作完安裝指示後，要記得輸入 npm-i 來安裝一些套件。套件安裝完後，輸入 npm run dev 就可以開啟 Remotion Studio。打開瀏覽器，網址列上輸入 localhost :3000就可以開啟 Remotion Studio 這個後台。未來做完的動畫都會呈現在這裡，可以在這裡瀏覽和匯出檔案。Remotion 實際上可以做到哪些動畫呢？字卡可以從四面八方跳出說明文字，片頭片尾可以調整出現的速度和方式。社群媒體可以做一個假的社群貼文樣式，輸入自己要的內容，甚至是我過去做的所有影片穿插在熒幕錄影之間，也都是 Remotion 做的。我做了一個網站，裡面包含了官方文件的中譯版，也包含一些基礎的教學在裡面，看完應該會有所收穫。如果懶的話，我也把足夠多的範例放到上面了，大家可以下載回去之後改成自己需要的版本。我這邊舉一個例子，如果我今天想要類似這個字卡的效果，登錄後把檔案下載下來，並且可以直接在上面寫想要怎麼改這個提示詞，例如說我希望改成4個階段而不是3個階段，接着把檔案丟給 Cloudcode， 以及剛剛複製下來的 prompt 也丟給 Cloudcode， 它就會直接修改。修改完成後打開 Remotion Studio， 發現說怎麼沒有影片？這時候再回到 Cloudcode 跟他說請幫我處理這個問題。修改完成後 Remotion Studio 這邊就有影片了，就可以看到原本模板只有3個階段，但我們可以客製化改成4個階段，不只可以改卡片的張數，也可以改文字，想要怎麼改直接跟 Cloudcode 說就可以了。若要輸出成影片檔，點擊左上角的 File Render Video， 影片就會出現在 Alt 這個資料夾裡面。我們再舉一個例子，如果要顯示這個字卡，一樣可以把檔案下載下來，並且修改提示詞，再將檔案和 prompt 直接丟給 Cloudcode， 就可以得到編輯後的字卡。透明背景的影片輸出方式比較不同，點擊 File Render ProRes 4444XQ， 左邊 Picture 選擇 PNG Format 選最下面的 Render Video， 檔案一樣會在 Alt 資料夾裡面。在這邊看背景一樣是黑的，但在剪輯軟體裡面看其實已經是透明的了。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音效怎麼處理。音效我都會在 Envato 這個網站下載，我會一次下載好所有需要的音效，我會把所有音效放到一個資料夾當中，並且告訴 Cloudcode 從這個資料夾當中挑選適合的音效。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動畫有套上音效了。再來，如果找不到模板，想要自己客製化的話 ，prompt 該怎麼下呢？舉例來說，如果今天有一幕是要呈現台北好吃、好玩又方便，那這一幕的 prompt 該怎麼下呢？為了避免它只是輸出文字給我，所以我都會請它用 SVG 的動畫加簡單的標題來呈現。我們可以看到成果其實效果不差，它甚至把101都畫出來了，但整體的風格並不是我喜歡的，因此我重新調整了 prompt， 我希望是簡單乾淨的呈現方式。可以看到成果現在的樣子就會比較像是我喜歡的風格，也就是我目前 YouTube 大部分動畫呈現的模式。所以我實驗下來，如果要能夠比較好的去操控 Remotion 的方式是，腦中一定要對於成果是有想象的，然後盡可能的描述，不然效果可能會不如預期。舉例來說，今天有一幕是指說 Cloudcode 加 Remotion 可以快速做出很多影片動畫，是影片制作的好工具。在我腦中針對這一幕的想象就是2個 logo 對撞之後會往外炸裂出一張一張的卡片，每個卡片都是代表一個動畫的特效。我們可以看到成果 Cloudcode 就盡可能依照我給他的描述來呈現動畫的效果。跟 Cloudcode 最好的協作方式就是你當腦，他當手。如果還有 Remotion 相關的問題，可以在社團當中發問，我也會及時更新最新的資訊哦。看完了 Remotion 制作影片的方法後，接下來我們看到剪輯軟體 DaVinci Resolve。會選這個剪輯軟體，只因為它是我接觸的第一個免費的剪輯軟體。替換成別的軟體也沒問題，因為我只用到4個功能：分割、加快、放慢、凍結。舉例來說，如果我今天有一個動畫長這樣子，我有3個重點想要講。
我要怎麼讓我的動畫跟我的旁白對在一起呢？第一步，我會先錄音。用 Remotion 製作影片要注意以下3件事情：一、不要過度動畫，有時候畫面一直閃會讓觀眾感到不適；二、不要圖文不符，因為圖文不符就失去做動畫的意義了，直接拿開源的影片模板套一套就好了；三、風格一致性，不管是用色、排版、速度等，一致性可以做出自己的風格，也可以讓觀眾看起來更舒服。這段影片有一個最大的問題，就是上面的動畫很短，下面的語音很長，所以要進到第2步驟，將動畫做分割。我會先把3張卡出現的時間點切割出來，以及動畫在淡出的位置也分割出來。切割出来後，再擺到旁白念1、2、3的位置，以及把剛剛最後一段淡出的片段放到結尾的地方。第3步，把空缺補滿。先來看第一個缺口，按下 Command+R 會出現箭頭，可以拖曳改變片段的速度。這邊用放慢的方式來補足缺口。針對第2種缺口，我用另外一種方式，在第2個片段結尾的地方切出1小幀，選擇這一幀之後按下右鍵，點擊改變片段速度，勾選凍結幀，按下 Change， 拖曳這一幀的長度，補足這個缺口。剩下的缺口一樣畫葫蘆就可以完成了。我們來看成果。Remotion 製作影片要注意以下3件事情：一、不要過度動畫，有時候畫面一直閃會讓觀眾感到不適；二、不要圖文不符，因為圖文不符就失去做動畫的意義了，直接拿開源的影片模板套一套就好了；三、風格一致性，不管是用色、排版、速度等，一致性可以做出自己的風格，也可以讓觀眾看起来更舒服。看起来成果蠻不錯的，放慢跟加快是同樣的概念，一個拉長，一個縮短，這邊就不演示了。而至於要怎麼運用這4個手法，大家可以排列組合試試看，舒服的呈現最重要，沒有一定的標準。學到這裡，有人會開始思考一件事情：如果我能用 N8N 或其他自動化的方式，請 AI 寫腳本，然後用 ElevenLabs 等工具將文字轉成語音，最後套用 Remotion 來做動畫，用這樣的方式就可以無限產出影片，就可以無痛經營自媒體。這邊溫馨提醒一下，這樣的方法失敗率是很高的，因為自媒體最大的問題不是流程，而是腳本。所以延續上一集說的，自動化是第2步，第1步是怎麼用很人工費力的方式先做出好的內容才是關鍵。以上就是全部的內容了，至今為止所有的影片都是用這個工作流做的，整體蠻穩定簡單，歡迎大家嘗試看看。我們下一集見，拜拜。